乌军袭击新罗西斯克，黑海舰队再次无家可归。乌军79旅击溃俄军21辆装甲车组成的钢铁洪流。俄军企图从多个方向包围库拉霍沃。乌军第93旅冲入红军村方向的俄军阵地乱杀。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已经1个月，所有目标正在落实，进攻仍在继续。俄军发射78架无人机夜袭乌克兰境内目标。北约援乌远程导弹影响扩大，9成俄战机撤至乌边境300公里外。梅德韦杰夫暗示在波兰建立缓冲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据诺尔报告报道，9月5日夜间，乌军对俄罗斯黑海东北岸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动了远程攻击。据悉，当地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市，同时也是黑海舰队的新驻地，再次遭到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虽然俄军防空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但报道称，乌军的袭击还是给当地带来了破坏，其爆炸声甚至持续了数小时。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具体战损有待后续报道。与此同时，在乌东部战场，乌军在多地成功阻击了俄军的进攻。据开源情报报道，俄军在马林卡地区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发动了又一轮的装甲洪流攻势。据悉，俄军出动了21辆装甲车，其中包括4辆坦克和17辆步兵战车，从多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但行进过程中被乌军空中侦察发现。随后，乌军第79空降旅投入了战斗，挫败了俄军的攻势。在连续摧毁3辆俄军坦克和步兵战车后，俄军快速撤离战场。而同样的突袭还发生在普雷什蒂夫卡村和马卡里夫卡村。据 ISW 报道称，9月5日，俄军第40海军步兵旅、第5坦克旅以及第37摩托化步枪旅和第430摩托化步枪团对普雷什蒂夫卡村发动攻势，并已推进至该村中部。俄第40海军步兵旅还在该村西北部升起了俄罗斯国旗，以表明其对该定居点的占领。俄军第60摩托化步枪旅、第349摩托化步枪团以及第218坦克团则在马卡里夫卡附近发动攻击。有俄军事博主声称，为避免被包围，乌军正从奥佐洛塔尼瓦村撤出。对于该方向的战斗，普京于9月5日在滨海边疆区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承认了俄军加强了该地区的进攻行动，声称俄东部集团军于9月3日夺取了5到7公里深的三角形领土。在库拉霍沃方向，俄军在加强突出部南翼的部署，以消除乌军反击时脆弱的同时，意在夺取库拉霍沃和胡里达尔，从而使俄军能够在 N15和00532公路以及其沿线更快地进行战术推进。此外，据 ISW 报道称，俄军通过战术正试图包围赫尼克以东和克拉斯诺霍里夫卡以北地区的乌军阵地。据悉，目前俄军已从谢里杜河推进至乌克兰郊区，正在逼近赫尼克。由此推断，若是俄军完成对上述城镇的占领，第时俄军就能从北部、东部、南部完成对库拉霍沃的包围，进而发起进攻。只不过俄军的设想有些不大好实现，如胡里达尔地区，自7月下旬开始，俄军就加大了该地区的机械化攻势，但到目前为止，其仅仅只推进了几公里，堪称俄军史上最无效的进攻行动。在红军村方向，随着乌军第93独立机械化旅与 SBS 第14团亚当战术群的到来，乌军收复了内泰洛夫和诺和罗迪夫卡等实地，且在9月5日战斗中，使俄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尤其是乌军第93旅直接冲进了诺和罗迪夫卡北郊的俄军阵地，大开杀戒。而俄军为阻止乌军反攻，守住战果，正加强使用滑翔炸弹，袭击乌军部队和沿途桥梁。如9月5日，俄军又摧毁了红军村西部连接顿涅茨克市区150高速公路的沿线的一座桥梁。在托列茨克方向，9月5日战线没有变化，但乌俄双方均有消息称，纽约村内仍然有乌军的存在。据消息显示，在纽约村的本分场内还有一支乌军部队，依靠其坚固的厂房抵抗俄军进攻，其处境与当初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军一样。但有尚未正式消息称，外围乌军已经展开反攻，正积极向纽约村重新杀入，以解决被困同胞。
在哈尔科夫战区，据 ISW 报道，由于乌军的持续反击，其重新夺回了利普齐东北部的失地。而且，据哈尔科夫集团军报告显示，在卢基扬旗附近，乌军的反击已致使驻守在这里的俄军第7摩托化步枪团出现饮水短缺问题，不日便会投降。至于残余俄军兵力，已集中在赫里伯克和沃夫昌斯克附近进行固守。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表示，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已经1个月，所目标正在落实，进攻仍在继续。在苏贾东北方向，乌军第95旅沿着2200高速公路向库尔斯克马尔蒂诺夫卡以南推进3公里，夺取12平方公里的区域。目前，乌军正继续沿阿尔柏公路向大索尔达茨科耶镇推进。在苏贾北线，乌军在拿下小洛克尼亚后，俄空天军开始了对该据点附近乌军阵地的空袭。在更北的利格夫，乌军国民警卫队第11旅开始使用无人机攻击俄军阵地，并击落了俄军柳叶刀无人机。俄罗斯民间电报频道也于5日通报称，乌军开始炮击利格夫市，这表明乌军很可能已将火炮系统部署至利格夫附近，甚至说不定会在未来用其封锁利格夫至库尔恰托夫的高速公路。在苏贾东南方向，俄军第382海军陆战队营和第810海军陆战旅正在斯帕尔诺附近攻击乌军。在克林涅沃方向，俄军被分割包围成5个部分。在昨日战斗中，其中一部试图突围，但遭到乌军的猛烈围攻。目前俄军尚未回应此地的战事，具体局势有待进一步观察。在卢什科夫斯基区梅德维日村，昨日发生战斗，乌军正试图吃掉这里被包围的俄军。此外，有视频显示，在乌军摧毁塞姆河上全部的3座大桥以及6座俄军临时搭建的浮桥后，俄军只能通过残破的桥梁进行补给，但这里和库尔斯克其他地区一样，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火炮针对。仅昨日一天，乌军就摧毁了俄军7辆补给车，多地俄军后勤设施严重受损。RBC 援引北约分析人士的话称，乌军可能在库尔斯克的格鲁什科沃地区再拿下多达700平方公里。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雇佣兵也正在库尔斯克与乌军一起作战。而且据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库尔斯克攻势中，乌军和雇佣兵使用了德国交付的扫雷坦克。据悉，截至目前，德国已向乌克兰交付了46辆扫雷坦克，同时乌军还为这些车辆安装了额外的反应装甲和反无人机笼。对于库尔斯克战役，泽连斯基称，乌军目标已经部分达成，不仅建立了缓冲区，还迫使俄军从乌东回防。同时，他还强调称，9月的秋季行动将更为重要。乌克兰从本土防空到前线部署都准备了更多有意义的事。至于有意义的事到底是什么，乌军又会在库尔斯克等俄罗斯领土发起怎样的行动，让我们拭目以待。而普京则在继续淡化乌克兰攻占库尔斯克州的影响。他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声称，乌东战场才是第一要务。同时，他表示，库尔斯克战斗不但没有引发恐慌，反而增强了俄罗斯社会内部的团结。如俄罗斯继成立 BIS 库尔斯克支援部队后，于9月5日再次宣布成立 BIS 比尔格罗德支援部队。目前该部队正在接受培训，而且 BIS 布良斯克支援部队也正在组建当中。此外，普京还认为乌军在库斯克的行动削弱了他们在其他战线上的位置，这反过来加速了俄军的军事进展。据乌克兰空军称，俄军于9月5日夜里发射78架无人机，分批次袭击了乌克兰境内多座城市。乌防空部队经过10个小时的守护，在多地攻击了其中60架俄军无人机，有15架失去踪迹。不过，据基辅独立报报道，9月6日早上6点40分，俄军无人机袭击基辅多地基础设施，并发生爆炸。而且，据 ISW 报道，至少有1架俄军无人机闯入了白俄罗斯领空。白俄罗斯出具的报告也同样显示，9月5日晚，白俄罗斯领空可能遭到无人机侵犯，已决定将入侵无人机摧毁。而在此前，有2架被识别为俄军的无人机从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地区闯入白俄罗斯，最终在戈梅利地区被白俄罗斯空军紧急升空的2架战斗机击落。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的影响继续扩大。如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已经证实，俄空天军近90战机都转移到了距乌克兰边境300公里以外的地方，以避免被 ATACMS 导弹以及即将援乌的 JASSM 导弹打击。又或是梅德韦杰夫暗示在波兰建立缓冲区。如今日俄罗斯报道，梅德韦杰夫回应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 JASSM 导弹的消息。他称，乌克兰拥有远程武器，那么莫斯科也需要通过设立隔离带的方式来保护俄罗斯领土免受乌克兰的打击。
他进一步强调称，这个隔离带可以扩展很远，甚至可以设立在波兰。对此，外界分析认为，梅德韦杰夫提议的隔离带实际上就是要在波兰也进行特别行动。不过，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都打成这个熊样了，面对已经加入北约的波兰，梅德韦杰夫建立隔离带的想法，说实话有点太天真了。就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9月6日表示，基辅的自卫权不限于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结束战争的最快方式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与此同时，对于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再度提及的俄军红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直言回复称，俄罗斯想要停止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乌克兰撤军。由此可见，放开乌军远程导弹限制将有决定性的意义。何时会放开，让我们拭目以待。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国防部长安迪·海凯尼于9月2日对外宣称，为保护国家安全，将禁止部分俄罗斯人在该国购买房产。目前，芬兰已经在监控该国约3500处与俄罗斯业主有关的房产。另外，海卡尼还表示，对于拥有双重国籍或在芬兰以及其他欧盟国家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俄罗斯人，再由议会投票表决才能确定是否有购房资格。据战区报道，近日乌克兰推出一款反无人机装置，名为航空防卫角气球侦测系统。它利用特制气球上的传感器，通过侦测敌方无人机操作员发出的无线电频率讯号，由通讯频道、遥测数据和数据交换等，来对敌方无人机进行精准定位，再把位置信息传递给地面部队进行反制。据悉，航空防卫角最初是以地面形式存在，现通过技术手段已能够搭载于气球上。整个系统包括一个装有绞盘的拖车，用于发射和回收气球，一个充气系统以及维修工具。地面版的航空防卫角侦测范围约14公里，而搭载特制气球的航空防卫角侦测范围已经扩展到60公里，并能在24到30公里外对目标进行三角定位。据乌克兰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航空防卫角的具体续航时间，但一只特制气球可滞空7天，有效载荷25公斤，并可承受每秒15米的强风。此外，航空防卫角的成本极其低廉，且能够在短期内进行量产。再加上它还可以与其他地面传感器组成区域性防空网络，可大幅提升反制敌对无人机的范围。预计乌克兰很快就会将其应用于实战。据韩联社报道，朝鲜于9月3日、4日北极向韩国发射了约420个装满垃圾的气球。韩国派遣专业人员在对这些气球及所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测之后，并没有发现危险物质。据悉，自今年5月下旬以来，朝鲜已经发射了数千个装满垃圾的气球。为了应对朝鲜这一举措，韩国军方自7月以来，每天在边境处通过扬声器播放高音广告。值得一提的是，原本自8月10日起，朝鲜已经不再发射此类气球，韩国随即也不再采取反制措施。没想到时隔1个月后，朝鲜又故技重施，那么韩国或许也会恢复反制措施。9月4日，美空军对外宣称，将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福特空军基地启动一个新的联邦总部，即第95联队。按照美空军计划，第95联队将建立全军指挥关系，如将空军预备役司令部和空军国民警卫队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空军全都联系起来，以确保为美空军提供统一的指挥路径。预计该联队将于2025年春季正式部署，并于2027年实现具备全面作战的能力。根据德国媒体报道，面对全球危机，荷兰希望大幅提升国防预算，计划投资数十亿欧元，采购新型主战坦克、飞机以及舰艇等。除此之外，荷兰还计划重新建立坦克营，因为在2011年，荷兰出于成败原因，放弃了最后一批自己的坦克，将其编入驻扎在下萨克森州的德和坦克营。荷兰国防大臣吕本·布雷克尔曼斯等到了2028年，荷兰的国防开支将增加24亿欧元，达到每年240亿。新增资金的目的是为了加速强化荷兰部队。据韩联社报道，9月6日，韩国国防部对外宣称，为应对朝鲜无人机威胁，韩国军方将把20多套反无人机综合体系优先部署在首尔防卫司令部等重要地区的防御部队附近。该体系具备对无人机的侦测、识别和打击能力，
待部署完毕后，将有效提升韩国的空防力量。据美国媒体报道，美陆军此前举行了一场名为“快速反应2024”的演习。在演习过程中，第10特种作战大队的2支阿尔法作战分队展示了一种新的情报获取能力——网络入侵行动。其中一支小队利用远程侵入设备，成功识别并控制目标建筑物的无线网络系统，进而能够随意操纵摄像头、门锁等安全设施。然后另一支小队则通过空降方式接近并进入该建筑物。待完成情报收集后，使用电子战设备消除所有痕迹并安全撤离。媒体认为，通过此次演习，已足以证明美陆军特种部队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可通过网络入侵等方式来获取敌对目标的关键信息。据美国《星条旗报》9月4日报道，根据去年的美国安全计划研究信息显示，有约70%的美国现役士兵超过标准体重。其中约有21%的现役士兵体重属于肥胖范畴，这一比例相较过去10年增加了1倍多。此前为维持美军的正常数量，美军官基本上对体重未超标的士兵选择性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现如今美军招募的新士兵中，肥胖率仍然不断上升，现役士兵因体重超标而退役的比例也在上升。再加上美军为解决现役士兵的肥胖问题，每年几乎要投入10亿美元。对此，美国国防部正在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法预防肥胖，如为年轻的入伍军人提供健康和营养教育，以专业医疗的健康标准取代传统依靠身材体重来进行评估的方式，同时把肥胖症列入军队的卫生体系中，使部队士兵可以进行专业的医学治疗。据多方媒体报道，9月4日在芬兰空军巴纳2024演习的过程中，美空军第48战机联队的2架 F-35战机从英国皇家空军莱肯西斯基地起飞，成功降落到芬兰的一条公路上。随后有媒体表示，这是美国5代机首次在欧洲完成公路着陆。对此，美国驻欧非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表示，之所以选择派遣 F-35来参加这次演习，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与芬兰之间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是为了验证美空军的敏捷战斗部署战略，并非是特意来创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空军也曾对战机在公路上起降发表过看法，其认为传统基地目标明显，非常容易受到导弹攻击，但这种公路作战的方式，即便是在主基地被破坏的情况下，只需一段3公里长的加固公路，就能够完成诸多军机的起降行动，具备非常高的作战机动性。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日前向国会提交了2025年国防预算草案，预算总额达463亿美元。按照该草案的计划，韩国对2025年所要投入的项目和资金进行了非常明确的划分。一是加强韩国型3轴体系建设，包括杀伤链、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3部分，总计投入46亿美元，其中24亿美元用于采购 F-35战机等杀伤链平台。此举是为了进一步落实韩美于2023年12月签署的购买20架 F-35战机协议，10.4亿美元用于发展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以进一步完善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4.62亿美元用于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项目，包括升级特种作战直升机等。此外，还计划投入7.46亿美元用于生产 KF-21战机，以落实今年6月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政府签署的生产20架 KF-21的合同。二是推动多领域作战力量建设。在地面领域，韩军计划部署反炮兵定位雷达2系、230毫米多管火箭炮、K 系列坦克以及轮式装甲车，以增强在纵深区域的精准打击和机动作战能力。在海上和登陆领域，部署蔚山级护卫舰、金雕级快速巡逻艇和攻击性直升机等，以提升师级部队的远程立体高速登陆作战能力，增强舰队的对舰、对空和对地打击能力。在空中领域，将推动 KF-21战机投入实战，并对 KF-16和 F-15K 战机进行技术升级，以确保占据空中优势，提高对战略目标的打击能力。另外，在无人机领域，将部署中高空无人侦察机，加强部队的监视能力。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